这是怎么了？你还有脸问？你妹妹挑来的人，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是谁不知廉耻？这信到底也不是殷贵人写的。什么信呢？是这样，昨我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三阿哥一向稳重，不是那样的人。一向稳重，恐怕也是表象而已。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娘娘教子不善呢。三阿哥年轻，不懂人事，一定是贱婢勾引。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人是果郡王府挑上来的，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可是现在人赃俱在，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可是好了，别吵了。皇上，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你行事不检，勾引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皇上，真的没有。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朕不想再听了。苏培盛，奴才在。带下去赐白绫。这皇上，来人！皇上，皇上，我冤枉啊！皇上，皇上，好了。洪氏在奉仙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是。你们先退下，朕有事问熹贵妃。臣妾告退。殷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是。会不会有人教唆殷贵人勾引朕的皇子，以图皇位？皇上为何这样问？洪石是长子，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败坏了洪氏的名声，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皇上，玉隐万万不敢。他不敢，果郡王呢？臣妾也敢担保。你凭什么担保？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果郡王也曾是先帝属意的太子人选。皇上英明，果郡王真的不敢。朕怕就怕在，他不敢对朕如何，所以借御福晋之手，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这些年，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忠心耿耿，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所以今天的事，哪怕你和静贵妃都觉得朕冤了殷贵人，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保全自己的皇子，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皇上，殷贵人着实冤屈。为了大清，冤了他一个，不算冤。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你确实得避一避嫌。最近宫中琐事繁多，你也许累了，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或者静贵妃也可以帮忙。皇上这样说，是怀疑臣妾吗？皇后说得对，你有皇子，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
皇阿玛。这2个耳光，一个打你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皇阿玛，都是儿臣的错，求皇阿玛宽恕。朕当然会宽恕你，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能丢皇家的颜面。是，儿臣知错了。你知错，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朕已经处死了殷贵。的见，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失宠，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你若坦然，这日子过得也坦然。一切无关其他，只在于自己的心境。姐姐有空，陪我为殷贵人上炷香吧，也是可怜人。好，这次都是怪我，本想借着三阿哥的事打压皇后，谁想下手太重，反而伤了你和殷贵人。殷贵人的确无辜，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更是无辜。我也没想到，皇上一向是不喜欢三阿哥的。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三阿哥，反而下了重手杀了殷贵人，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占了上风。皇上爱面子，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可都是自己儿子，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皇上自然更加多心。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我倒没什么胃口。哎，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许是平日里吃多了。锦溪，制碗酸梅汤来。是。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许久没吃了，倒也馋得很。能吃就好，能吃是福。啊，妹妹。你是不是有？哎呀，真是好福气啊！有了这个孩子，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我这就禀告皇上去，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我的困境不难解，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熹贵妃这2天怎么样？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整日恹恹的。哎，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这也难怪她。不怪她，怪朕。哎，奴才不敢。朕那天那样问她，是事出有因。今儿早朝，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朕听来听去，还是为了立嗣的事。
这宫里宫外，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公开见处，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朕得有个好法子，以备不虞。皇上说的是。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说来也怪呀，怎么这几回的事儿，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颇有蹊跷。朕不是不知道，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一团污秽。朕有心要清理，说穿了，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二则总有纯元的情分在。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再加上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瓜葛着，要算计朕，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皇上英明。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这奴才这就去办。暗去吹风。多谢皇上关怀。今日晨起，听见熹贵妃咳嗽了2声，朕心里便不大安乐。熹贵妃素来劳累，如果你们未能帮衬，反而叫她添了一丝烦恼，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是。如今宫里人多，难免闲话也多。由你宫里起，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是，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才的。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儿的都赶出去。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你们好自为之吧。臣妾谨遵教诲。我听说宫里裁人了，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的。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现在天气也热了，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
每天懒洋洋的，也没个精神。此番有孕，倒奇怪些，尤其容易反胃恶心，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我当年怀荣月的时候，也不曾这样。我看，你还是找魏林来看看。虽然之前也生育过，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静贵妃说的对呀，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这女人生孩子呀，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终究还是母子俱亡。宫里的孩子难将养，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还是多多保养为宜。我也算会偷懒了，可还是不舒服。姐姐追着姐姐。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才想起其中的关窍。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看姐姐方才的神情，仿佛早有此猜想。当年皇上还是王爷，宜修又是庶女，所以先封为侧福晋，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封为福晋。直到那一日，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出有身孕的妹妹，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皇上执意如此，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从未见过。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宜修也只能说嫡庶尊卑有别，长姐入府应为福晋。皇上和太后啊，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宜修就生下皇子，可是皇子胎里不足，未满3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纯元皇后怀孕了。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怀孕之后，皇上就对宜修说：“你精通医理，又是纯元的亲妹妹，就让她侍奉左右，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临死的时候，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不要迁怒于太医，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可是天不假年。哦，对了，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一出生便没了气息。青斑？为何会有青斑呢？皇上知道吗？知道啊，太医说是胎中受惊，血气不足才会如此。因为皇后的遗言，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
便也同意了立宜修为福晋。这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乌拉那拉氏宜修极看重他正室地位，被人横刀夺去，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正是如此啊。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纯元皇后怀孕之后，他在身边服侍着。要是想买通皇后身边的那些宫人和太医，倒是也未尝不可。夺位、争宠、丧子，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他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一定会有的。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她的心思最为细密，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要不然，他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未必，或许是我们多心了，也未可知啊。我和你一样，恨极了他。然而再恨，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只能极力的忍耐。哎，龙月。你怎么在这儿啊？额娘，我困了。好了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谁也不得大意。额娘怎么了？没事儿，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得实在辛苦，吃不了睡不着的，真是难受的紧。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龙月，你知道吗？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怀孕了，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那我晚上去向新娘娘请安。好，新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我也要额娘高兴，花妈老陪着新娘娘，我就多陪着额娘。龙月真乖，不过你新娘娘越是得宠，越是有人要害她，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保护新娘娘，别让皇额娘欺负了她。这话额娘说过多次，我都记得。韦太医，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吃什么吐什么，晚上又睡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娘娘请息怒，微臣无能，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娘娘，永寿宫请了温实初回来。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永寿宫的口风最紧，什么也打探不出来。不过奴婢向太医院问，说是暂无大碍。连温实初都请回来了，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3月18是先帝的生辰，你都准备好了吗？皇上是最重孝道的，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7天7夜，而且手抄佛经，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皇上是孝子，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已经按娘娘的吩咐，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皇上一定龙心大悦。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先帝生辰之日，皇上如沐之情最重，
一定最容易被打动。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对了，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记得让师傅们好好指点。王师傅博学鸿儒，是皇上钦点教导三阿哥的，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但愿如此。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只是英贵人之死，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本宫会想个法子，悄悄联络朝中重臣为三阿哥说话，届时望他得人望，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有娘娘在，一切自然无碍。娘娘，温太医来了。熹贵妃娘娘万安。娘娘，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打扰你。娘娘请。娘娘，我相信魏林已经尽力了。从娘娘的脉象上看，魏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只可惜，可惜什么？娘娘刚刚怀孕，便心气躁动，五内郁结。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并没有补回来，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所以，即便尽心补救，也回天无力，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你告诉我一句实话，这孩子我还能保多久？娘娘已经怀胎4个月，这个孩子，即便我和魏林拼尽一身医术，也保他不过5个月。5个月？是。那我们的母子情分，齐妃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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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身子要紧。娘娘，您还会再有孩子的，身子要紧啊。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你和魏林只要尽力保住这个孩子，能保多久是多久。我怀孕后的药方，魏林一向是做2份的，1份在太医院存档，1份在我这儿。你那里也是一样。还有，你要提前备好衣服，送走这孩子的汤药。或许有一天，这孩子能帮我一个大忙。我明白了，只要不伤害到娘娘的身体，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我发了，你回去吧。好，我去配药。今日三阿哥在书房行走，一切都还好吗？都还好。三阿哥为人谨慎，尊师重道。这孩子是老实些，心却不坏。昨儿还跟朕说，想要好好操办先帝生辰的礼仪，却是还有孝心。皇上说的是。三阿哥除了在书房，素日还去哪里？除了书房和王府，三阿哥也喜欢与宫里朝臣讨论国事，想为皇上分忧。你见了弘时师傅，也该让他提点弘时。先帝在时便没有这样的规矩。是。
臣还有一事启奏：既为先帝祈福祭祀，就应该先行准备好祭祀先帝的景陵。不知道皇上是否亲自前往？朕近日总觉得疲倦，宫中皇后凤体不安康，还是让皇子带去吧。请旨，不知道是哪位皇子，臣好着礼部先行安排。不急，朕定下来就告诉你，你归安吧。臣遵旨。苏培盛，奴才在。去永寿宫，朕去看看熹贵妃。这百家永寿宫。娘娘，温太医把您要的华胎药送来了。他嘱咐说，这药一喝下去，即刻就会发作。知道了。娘娘，皇上快过来了，您准备着接驾吧。我的妆看不出破绽吧？皇上驾好着呢。给皇上请安。朕忙于政务，怎么2日不见，你便这样憔悴了？臣妾憔悴，都是被肚子里这个调皮鬼给闹的。皇上不知道，昨夜他在臣妾肚子里折腾了1晚上，臣妾都没睡好。这个孩子这样活泼好动，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往后你再睡不着，就告诉朕，朕来陪你。皇上国事繁忙，臣妾怎敢打扰？皇嗣也是国事啊，朕希望你们母子平安。朕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什么？先帝申城，朕打算让一个皇子带朕前去祭祀，你看谁比较合适？论长幼尊卑，都该是3阿哥前往最合适。朕何尝不知道是弘时合适？弘历和弘彦出生前，朕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如何能不寄予厚望？只是这孩子胆气不足，昏懦有余，如今竟私下结交大臣，岂不知先帝晚年正是因为诸皇子私交大臣，意图皇位，才惹出这许多的是非来。他竟如此不检点。3阿哥还年轻，做事总有不周到的地方，皇上告诉他就是了。这样的话，即便朕跟他说了，他也早已有了觊觎皇位之心，又有何用？就好像老八允嗣，皇阿玛在的时候，如何劝导责骂，终究是无用的。3阿哥不像是这样的人。诸皇子中，他最年长，难免有自诩之心。好了，朕心里有数，你就好好养着身子。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很是罕见。藏教视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这么好的珊瑚，若臣妾一人观赏也可惜了，倒不如请河宫嫔妃一起来永寿宫观赏。你喜欢就好。正好，宝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福。法师说了，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将平安符放入福袋，再系在臣妾床头，才算是功德圆满。臣妾想，最合适的人不外乎是皇后娘娘、皇贵妃、静贵妃，再由臣妾亲手系上一个，也算是4角齐全。这是积德积福的事，他们自然不会拒绝。皇后如今不爱出门，旁人请她都要推脱。可若皇后娘娘不来，终究也不够圆满。你若喜欢，朕请他们来就是。怎么这个时候皇后还没有过来？回皇上话，
皇后娘娘方才已经派人来过了，说今日身子不爽，怕是不能过来了。怎么朕请他，他就身子不爽了？或许这永寿宫中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苏培盛，奴才在。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她是六宫之主，这个时候不在不合适。这，你们看，这株珊瑚深赤通透，世所罕见。到底是熹贵妃深受宠爱，还是皇上想的周到啊？这珊瑚在夜色当中显得格外的光彩熠熠。这珊瑚虽难得，究竟还是凡物。皇上看重熹贵妃，以珊瑚给熹贵妃安胎祈福。臣妾觉得，皇上的心意才是让各位姐妹最为感动的呢。皇上，皇后娘娘不会生臣妾的气吧？不会，她是皇后，应该宽容大度。娘娘，皇上特地让苏公公来请，娘娘不能不去啊。本宫知道，永寿宫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这样的是非之地，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可是娘娘总得顾及皇上啊。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臣妾参见皇上，愿皇上万福金安。快起来吧。是。你身子不适，朕叫你来勉强你了，不怪朕吧？怎会？臣妾刚才身体不适，所以不打算来的。但皇上一直惦记熹贵妃，臣妾同皇上夫妻本为一体，臣妾又怎么会不关心呢？之所以来迟，是因为臣妾到库房去找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熹贵妃，希望熹贵妃能够顺利的产子。江福海，这，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一定把这尊观音放在寝殿，日夜敬香。皇后贤惠。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皇后娘娘垂爱六宫，这株珊瑚，臣妾想借花献佛，能否赠与皇后娘娘？哎呀，熹贵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只是这个珊瑚，是皇上赐给贵妃安胎的呀。本宫什么都不缺，熹贵妃，你就留着那个珊瑚观赏吧。千万不要枉费了皇上和本宫的心意。皇后娘娘慈爱，今日臣妾和皇贵妃来，也是为了熹贵妃能早日诞下皇子，安胎祈福的。熹贵妃，法师的平安符都到了吗？都送来了。小允子，娘娘。回禀皇后娘娘，法师说了，这平安符和福袋都是吉祥之物，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福袋，悬挂在臣妾床头。举手之劳都是应当的。皇上，熹贵妃有孕，寝殿中自然有胎神镇住。臣妾身体不适，又怕是生人进入寝殿会冲撞胎神，那就不好了。皇贵妃与静贵妃为了朕的皇嗣都不在乎区区之劳，你又何必百般推诿？你执掌凤印，当和睦六宫，为嫔妃之表率才是。自从熹贵妃有孕之后，皇后娘娘就没来过永寿宫。皇后娘娘是把自己当生人了吧？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不就行了吗？静贵妃这话说的有理。是。去吧。啊，这奴才们身份卑微，
怕是碰不得这些急物，那奴才们也就不送各位娘娘进我们娘娘的寝殿了。万一真是冲撞了神灵，怕是不好呢。也是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谨慎些比较好。给本宫吧。娘娘，娘娘今日的安胎药还没有喝呢。方才给您送过来的时候，您说太烫了，这会子刚刚温，再放怕就凉了。皇上，臣妾和皇后两位姐姐很快就出来。去吧。皇后娘娘，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从前不喜欢熹贵妃，现在却能委曲求全。不许议论皇后。臣妾多谢皇后成全，肯为臣妾亲手系上福带。本宫是皇后，理应如此。论理应当如此，可是论情，皇后应该很恨臣妾吧？本宫送你送子观音，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不要乱了心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皇上生下龙胎。王冠，太医，来人呐！来人呐！太医，哎呀，娘娘，回皇上，娘娘醒了。熹贵妃，你醒了。熹贵妃，你节哀吧，孩子总会有的。孩子总会有的。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当臣妾的孩子命如草芥吗？皇后，你在厌恶臣妾，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荒谬！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
皇上，皇上，臣妾的孩子没了，并非是臣妾自己不小心，是皇后娘娘，她与臣妾发生争执，她推了臣妾。皇上，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太医们皆可验证，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而且娘娘腹中的胎儿一向健康，想必皇上也经常能够听到胎儿的胎动，若非遭受意外，是绝对不会导致小产的。皇后，当时寝殿里只有你和熹贵妃2个人。皇上。你，还有你，当时你们在寝殿门口，可又看到了什么？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在聊天，未曾看到什么，只是臣妾和皇贵妃确实有听到寝殿内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是啊，皇上。皇后与熹贵妃发生争执，臣妾们不敢闯进来。臣妾听见熹贵妃说害怕呀、恐惧什么的，皇后还让熹贵妃安分守己，其余的臣妾就没有看见了。朕和这许多的眼睛倒是看到，熹贵妃受伤晕倒，只有皇后在侧。皇上。皇后怨恨臣妾得您宠爱，总以为臣妾有不敬之心，出言责怪。盛怒之下，她就推了臣妾。当时熹贵妃胡搅蛮缠，拉住臣妾的手，臣妾用力挣脱，才甩开她的手，并未推过熹贵妃。如皇后所言，那么熹贵妃是自己推倒了自己？臣妾也不明白，熹贵妃她为何胡搅蛮缠。熹贵妃她为人谨慎，连喝安胎药都遵照太医的嘱咐，一碗不落的喝。这么多年，熹贵妃对皇后娘娘可以说是勤谨恭敬。就算熹贵妃有言语冲撞了皇后娘娘，娘娘也要宽恕她呀。好歹也要顾念着熹贵妃腹中的皇嗣才行啊。你既说熹贵妃胡搅蛮缠，那么熹贵妃到底是如何冲撞了呢？当时就只有臣妾和熹贵妃2人，臣妾自知百口莫辩，但如果此事涉及臣妾，都是因为有人想存心谋害臣妾。你觉得百口莫辩，朕何尝不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寝殿里只有你们2个人，又起了争执。你一向不喜欢熹贵妃，这些朕都看在眼里。倒是熹贵妃百般求全，为皇后着想。皇上，臣妾有何理由要害熹贵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到臣妾蓄意害过谁吗？你心中有数。皇上，唐高宗的时候，武媚娘得宠，为出王皇后，武媚娘亲手扼杀了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嫁祸给王皇后。臣妾今日请状，恰如当年的王皇后啊！皇上，皇后出言责怪，臣妾死不足惜。这是臣妾的孩子，他还未睁开眼睛，到这世上看一看。臣妾的孩子好无辜。胧月，你哭什么呀？啊！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你过来，你看到了什么？告诉皇阿玛。有皇阿玛在，什么都不用怕。有皇额娘在，
告诉皇额娘发生了什么事，不怕，告诉皇额娘啊！皇额娘她推了新娘娘，她推了新娘娘。你瞎说，是你教她的，说是不是你教她的？要就是你，敬贵妃是你！皇后娘娘你，皇上，臣妾冤枉啊！事发突然，臣妾怎能未卜先知？怎能叫龙爷说这些呢？他只有6岁，他能撒谎吗？况且熹贵妃刚刚醒，谁会教她？皇上，此事臣妾便如当年的王皇后，给人陷害。朕不是唐高宗，不会被轻易蒙蔽。倒是你，一直视嬛嬛为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臣妾与乌拉那拉是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任何伤害熹贵妃腹中胎儿之事。这样的毒誓，你还是冲着太后的神位去发吧。皇后心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景仁宫1步。苏培盛，奴才在。带走。这皇后娘娘，请吧，皇后娘娘。皇上，恕臣多嘴。皇后的事果真……你是老臣，问一句也是应该的。朕已经细细查问，皇后无从狡辩。皇上，皇后虽然不及已故的纯元皇后那么宽和，但到底不是作恶的人。从前许多事，朕并非没有疑心，只是不愿意计较。可是这件事，皇后已经无从抵赖。皇后好好的，费这个心思做什么？欲壑难填，贪心不足。皇后不够，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朕将3阿哥交给她，倒让她多了许多非分之想。皇上明鉴，来日谁登基，皇后都是母后皇太后。权柄下移，她怎么肯？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臣最近听说，宫内流言四起，原本有许多孩子都死在皇后手中，可是流言终究是流言，就像皇后只能是皇后，中宫易主会生大变。朕还没有这么想。后宫稳固是大清之幸。不过朕会令皇后思过，严惩此事。娘娘喝口茶，歇一会儿吧。念得再多，也抵消不了我对那孩子心头的愧悔。娘娘不也是不得已吗？孩子没了，那是他跟娘娘命中的缘分太浅。现在最要紧的是，皇上虽然拘禁了皇后，但是并未惩罚。皇后是3阿哥的养母，太后的至亲，要连根拔起，咱们就得让她无依无傍。额娘，夜里凉，您别跪着伤了身子。儿子叫人炖了燕窝，您起来喝。真是难为你的孝心了。儿子知道额娘在为未出世的弟弟伤心，
所以和富察氏抄了经幡，烧给弟弟，希望他早登极乐。你和富察氏辛苦了。额娘病了，儿子不能分担，实在心急如焚。额娘知道你孝顺。三阿哥近日如何？哦，听说三哥在为皇额娘的事向皇阿玛求情，结果遭了皇阿玛的训斥。三阿哥是皇后抚养的儿子，如今皇后被责，你也要与他少来往。是，三阿哥与皇额娘互为依靠，唇齿相依，儿子明白。自然了，有皇后一天，三阿哥就有登基之望；有三阿哥一天，皇后就多重依靠。是，儿子知道了。四弟一向最用功了，连取了福晋都不放松。今儿怎么有空站在这儿啊？今儿是巴叔生辰，我去宗人府的大狱看他了。你敢去看巴叔，不怕被人看见？旁人问起我，自然不说。您是我三哥，做弟弟的不敢相瞒。那巴叔近来如何啊？还能如何？削绝囚禁，生不如死。三哥，为弟的有句话一直想说，不知是否得当。你我兄弟，客气什么？说。皇阿玛因继位之事圈禁了数位宗亲，8叔也好，14叔也好，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若我们能为8叔和14叔求情，让他们得到皇阿玛宽宥，那么既保全了皇阿玛的千古名声，不至100年之后任人议论手足相残，更能使太后在九泉之下安息。下个月便是先帝的生辰，假如有机会，我想在那日求得皇阿玛对8叔和14叔的宽恕，这也是对先帝和太后最大的孝心了。四弟用心良苦啊，愚兄居然没有想到。好，那日我若得到机会，一定向皇阿玛求情，劝服皇阿玛。好。娘娘喝杯茶吧。娘娘，皇上说还不让您出去。您陪伴皇上这么多年，禁足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熹贵妃这样得宠，也被禁足多次。本宫是皇后，自然能承受。对了，听说三阿哥为娘娘求情了，但却遭到了皇上的训斥。三阿哥真是愚蠢，这个时候自然是自保为上。娘娘，三阿哥也是一片孝心呐。孝心用的不当，便是害人害己的糊涂心。现在就指望先帝生辰那日，三阿哥能够争气。只要三阿哥能有来日，本宫也就不白受这些委屈了。交代给你的事办得不错，先帝的祭礼办得很是妥帖。多谢皇阿玛夸奖。你办得好，朕都看在眼里。对了，听说前些日子你去了宗人府看了允嗣几次？哦，是。巴叔他现在很可怜。你很宅心仁厚啊。皇阿玛，巴叔犯下大错，怎么罚都是应当的。只是先帝膝下诸子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而臣想，若先帝在世，一定想看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还有呢？还有14叔，皇阿玛，14叔是儿臣的亲叔叔，皇阿玛的同胞兄弟，可一直被圈禁，
儿臣记得先帝在时，13书被圈禁，皇阿玛尚且苦苦向先帝求情，不如看在先帝的份上，也放了14书出来吧。你倒惦记着你的叔叔们。儿臣不敢，只是儿臣听说太后病重时，很想念14书。儿臣想，若当时能让14书出来的话，你14书出来了，太后的病就能好了吗？你觉得朕对太后不孝是吗？儿臣不敢。你不敢？方才的兄友弟恭不是你说的吗？朕不友爱，所以也难怪朕的弟弟都不恭敬。父慈子孝，朕不慈爱，所以你也就不孝顺。儿臣不是这个意思，皇阿玛，儿臣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皇阿玛，皇叔们再有错，到底是您的兄弟；皇额娘再不好，也是您的妻室。皇阿玛一时之怒不要紧，可要为百年名声思虑啊！您圈禁兄弟，禁足妻室，臣民惶恐，不知要如何揣测呢？臣民如何揣测？朕看你是要来做朕的主了。朕是你的皇阿玛，可是你不辨是非，口口声声为罪臣罪妇申辩。朕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暴君吗？还是你看不惯朕的所作所为，急于取而代之了呢？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啊！朕登基之初，你8书和14书是如何处处刁难、不恭不敬，你都是亲眼看在眼里的。今日你反过来，要替害朕的人来求情，与他们沆瀣一气，来忤逆朕。至于你皇额娘，朕为何要捐禁她？不单单是为了熹贵妃腹中之子。这些日子，你皇额娘奔走牵线，只盼你成为太子呢。皇阿玛，亏你还喊得出皇啊！你是朕的长子，虽然软弱，也不惧才干。可是朕一直对你处处管教，处处优容，天不垂怜。既然交出个别人的儿子，你既然要为你8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皇阿玛，您再生气也罢，难道不要儿臣了吗？是你要弃朕而去，不是朕不要你。苏培盛，奴才在。传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在宫中。他既偏帮允嗣，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允嗣因罪，已撤去了黄带子，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黄带子？即刻撤去弘时的黄带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皇上，还不快去！遵旨。娘娘，娘娘出事了！又怎么了？三阿哥他说错话了是吧？皇上现在不放本宫也无所谓，最重要的他还是念着姐姐。那本宫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皇上割了三阿哥的黄带子，赶去做八爷的儿子了。你说什么呀？已经交去宗人府办了。
的死胎身带紫青斑痕，也是铁证啊。不是因为从前那个侧福晋惹得纯元经济忧思的缘故吗？太医说，正因如此，所以这些诡计才被掩饰了过去。除了谋害纯元皇后之外，还有很多呀。朕以为她与纯元是亲姐妹，她待纯元既恭敬又谦和。带她来，我与她多年夫妻。朕相信他筹谋储君，朕也相信他戕害嫔妃，残害皇嗣。可是纯元的事，朕要亲口听他说。这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皇上自然会嫌恶。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心慈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燕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啊？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以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诏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要你入府，是朕错了。皇上错在，不是迎臣妾入府，
是不该引姐姐入府，专宠姐姐。既生瑜，何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他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呀，免得臣妾长夜茫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时，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呢？他还不满3岁，高烧烧得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走了1晚上，想走到阎罗殿，就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姐姐这时既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皇上，你与臣妾不祥吗？臣妾多想恨你啊！但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的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都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不是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啊！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寒毒，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啊！佛口蛇心，你真是让人恶心。王妃，臣妾若不是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得臣妾的一点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行为，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彭山朝党，焉得敬承宗庙，武夷天下，着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取朕的朱印来。这奴婢漏夜前来参见皇上。孙姑姑，你怎么来了？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未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皇额娘有遗诏？奴婢不敢欺瞒皇上。等奴婢宣读完太后遗诏，皇上可以看看遗诏，的确是太后亲笔。遗诏一会儿再读，朕先废了这个毒妇。太后遗诏事关今日之事，
请皇上跪接太后遗诏。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须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果真是黄额娘亲笔。兹尔福晋乌拉那拉氏，扬州华胄，秀玉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6行西备，9招淑德，于宫中4教洪宣，允和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册宝册立尔为皇后，亲哉！这是皇上当年立臣妾为后的诏书，皇上可还记得？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一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可是乌拉那拉氏之罪不可饶恕，朕不能不废了他，以为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当时纯元已经气息奄奄，他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我唯有一休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绝不废弃她的亲妹妹。皇上今日宽容皇后，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皇上厌弃皇后，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可是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太后遗命，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朕特念旧恩，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处。苏培盛，奴才在。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6宫。朕与他此生不复相见。遵旨。你这糊涂蛋！外头的禅馆吵成这样都听不到吗？还不赶快找人拿根粘杆粘了！一会儿皇上龙兴犯了，当心你们脑袋！皇上，准噶尔部可汗摩格野心勃勃，率40万铁骑直逼雁鸣关。一旦雁鸣关破，京城就岌岌可危了。朕何尝不知道摩格可汗的野心？这些年忙着改土归流，京城内乱，
一直腾不出手来料理。准噶尔区草原部落，如今也敢吃定朕了。皇上刚平定完了西北，西南一带土司起兵之事还此起彼伏，国库和兵部的军粮年年吃紧。摩格如果此时起兵，我们的确措手不及。朕派去的岳钟琪、福尔丹将军都不耐苦热，大军中暑病倒之人连连，难以应战。眼下若再调良将，恐怕一时有些难。千军易得，良将难求。皇上，臣说句大不敬的话，若14也可用的话，不妥。纵虎容易，擒虎难。老14一旦放出来，万一他反骨未清，将是大患。皇上这2天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得罪？真不知道怎么伺候啊！没条件这2天的奏折堆得把皇上都埋进去了，怎么伺候？把自个儿脑袋拎在手心上伺候呗。御前有师傅您呢，倒是有寿宫打发人来了2回，请皇上用膳呢。早膳皇上只用了1点儿，午膳几乎是没碰，全靠参汤吊着呢，把眼睛都熬红了。那皇上到底怎么了？怎么了？问老天爷吧。那皇上的意思，替朕上前线，最好是亲王。朕思来想去，果郡王还算是上佳人选。果郡王生母出身不高，无甚威望，他又一向安分。皇上思虑周详，臣拜服。他喜好诗书，朕封他个虚名也罢了。至于战将，你可要调度好。臣知道。这件事要悄悄地做。先拨萧启2000军士给果郡王，等前线战事稍稳，就派他去雁鸣关替朕镇守。这关上窗，朕不想听到风声。这雁鸣关虽已风声鹤唳，但皇上天纵英明，自可呼风唤雨。你看看这个。准噶尔要大清每年封赏白银300万两。这个摩格是准噶尔的新可汗，年轻气盛，胃口很大。他这么做，一则是试探大清的虚实，二是想借此出兵夺地，也好师出有名。摩格意在动摇大清根基，皇上万不可答应。这是自然。他敢这么肆无忌惮，还不是自持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朕不能小觑了他。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这臣妾先告退了。给皇上请安。起来吧。皇上，岳钟琪将军连夜密报说，雁鸣关外的准噶尔军队突发10邑。天佑我大清！今日准噶尔派人觐见，提出可汗摩格要上京拜见皇上。他此时上京，又意在何为呢？可汗摩格觊觎朝廷已久，如今准噶尔虽发10邑，但数十万大军粮草齐备。皇上，我们不得不防。你派人去弄清楚准噶尔那边引起10亿的因由。朕记得，当年曾经让温太医将医疗10亿的方子保留了下来，或许能派上用场。这，长姐，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呐！
沙场刀枪无眼不说，皇上一直都忌惮着王爷的才华。这军功上，敦亲王可是前车之鉴呢。皇上的性子，你我不是不知道，王爷是势在必行。可是一定要百般请辞，那请辞的借口只有一个，便是自称无能。唯有如此，皇上才会稍稍放心，王爷才会安全。王爷就不能不去吗？朝廷在用人之际，皇上可用的亲王不多。难怪允喜在王府里气得发疯，国难当头，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只是递了好几个折子，皇上都没有半句回应。沈贝勒还年轻，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他是看17哥得皇上看重，愿自己白石俸禄罢了。罢了罢了，王爷算是夙愿得偿了。我是担心的不行，沙场无眼，谁又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听说摩格已经住进驿站了，可皇上却还没有急着要见他。朕想杀杀他的力气。摩格远道而来，暑热攻心，皇上的法子清凉降火是最好的。再过2日就是7月初7了，朕想挪去圆明园见他。有关事宜，张廷玉去安排了。启禀皇上，摩格已在殿外等候觐见。宣他进来吧。这。宣摩格可汗觐见。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它。我可汗来朝，参拜大清皇帝。准噶尔既来觐见，为何不以我大清规矩面见圣上？Nuhur hali, homre kanjala, ilwesda, membayar moso。今日是7月初7，皇上设家宴款待至亲挚友。既然可汗用准噶尔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自然，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人许久不见呐。可汗风采依旧。可汗似乎很喜欢《论语》。朕的17弟果郡王最图诗书风雅之士，可汗有空可与他多多切磋。汉人祭祀死者时，才以酒浇地，你在诅咒本汗。可汗误会了，本宫并非诅咒，而是以贵宾礼仪迎接可汗。可汗乃天朝贵宾，这第一杯酒便是感谢皇天厚土引来嘉客之喜。此话未免太牵强了吧？可汗不必过责。每场大清与准噶尔来往不过是互市交易，多日来却兵戎相见。准噶尔早就臣服大清，如今却多杀戮，难免彼此疏远。若今日因可汗到来而使准噶尔和大清和平相处，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近，黎民也能因此得福了。熹贵妃真是伶牙俐齿啊，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而足不出户之人呐。可汗见笑了，本宫才疏学浅，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呢？熹贵妃所言，正得朕心。请可汗满饮此杯，以尽今日相见之欢。
好，祝大清皇帝福履随之，寿考绵红。坐。来人，到。今日既是7月7乞巧之日，本寒也有一巧物与众人共赏。多年前，本寒曾得一9连玉环，听闻乃西域采玉工匠赔上性命才得此美玉，又费尽心思琢成此环。都说中原多智者，能否请大清皇帝为本寒解开这9连玉环呢？拿到堂下，请铸成便官。谁能解开，朕自有重赏。这上歌舞。皇上有旨，谁能解开这9连环，有赏。大人您看看。啊，来，换这位大人。大人您看看。天成，实在无法解开呀！啊，您再好好看看，您再仔细看看。回禀皇上，无人能解。给诸位王爷瞅瞅。这……哎，去！本王爷看着眼花。臣弟也不知道。允禧。臣弟向来不喜金玉之物，不懂这些。熹贵妃，臣妾无能。原来大清多智者，只是误传罢了。龙月，到时候小忘记啊。花妈，女儿有一法子，或许可解。连朝中官员亦不得其法，你一个小女儿家能有什么办法？女儿言幼无知，即使是想错了法子，也不会贻笑大方。花妈，不如让女儿一试。也好。
样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可缓玉之阴气，此乃富贵祥和之兆啊！敬贵妃所言极好。玉碎尚能修复，若彼此交恶，难免战乱。何不也如金镶玉之法，化干戈为玉帛？不知可汗是否愿意？与蝼蚁当一猛兽，皇帝以为如何呀？皇上，这是新酿的橙酒，皇上尝尝鲜儿。张廷玉大人让奴才来转告皇上，岳钟琪大人那儿已经得手了。猛兽有猛兽之力，蝼蚁有蝼蚁之慧。可汗就一定觉得能定输赢吗？仿佛蝼蚁在节节败退呀。以退为进，可汗想必读过兵书吧？本汗也想如此揣测，但愿不是信口开河就好。可汗取笑了，朕为天子，一言九鼎。听闻龙生9子，上天之子未必只有1个。既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准噶尔本属大清，朕自然关心。听闻准噶尔的大军在雁鸣关外得了些小疫病，大兵在外，医药怕是不足。大清前几年也得过10疫，朕倒有些秘方，可汗若是需要，朕倒可派人去找一找。多谢皇帝好意，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也好吧，只是这些医士云游四海，方子随身携带，朕派人去寻，只怕也需要2、3个月。但愿可汗一切顺利。臣妾先去更衣。娘娘，苏公公，好消息啊！岳钟琪大人佯装与准噶尔部对峙，暗里派旌旗突袭了准噶尔的粮草大军，没了粮草，准噶尔的士兵又染上了10疫。嘿，奴才倒要瞧瞧这个摩格还怎么个横法。真是好消息。是啊，皇上知道了，必定龙颜大悦。本宫即刻就来。是。娘娘留步。可汗万福。熹贵妃别来无恙啊。可汗此话差矣。本宫从未见过可汗，何来别来无恙之说呢？哼，本汗有鹰的眼睛，见人过目不忘。熹贵妃，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竟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哼！本宫从未得罪可汗。可汗为何要置本宫于灭门之罪呢？你就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帝吗？什么当年之事？果郡王的侧福晋是本宫的妹妹，与本宫相貌相似。听闻当年王爷与侧福晋同游，遇见可汗被蛇所伤。今日故人相逢，王爷和侧福晋正打算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呢。
熹贵妃，你真是能言巧辩啊！像熹贵妃这样既聪慧又俊俏的女人，你们大清皇帝喜欢，本汗也喜欢。可汗醉了，本宫去禀告皇上，给可汗做碗醒酒汤。不必了。你以为本汗真的怕你们大清皇帝吗？他偷烧我大军粮草，用10亿要挟，手段真是太卑鄙了。可汗怎会不知兵不厌诈这一说呢？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熹贵妃，你相不相信？本汗既有失，也必定有得。只要能兵戈化玉帛，对大清、对准噶尔部都是福，都是德。但愿本汗要的东西，你们大清皇帝能舍得给。皇上，奴才按照皇上的吩咐已经查过了，确有此事。你带着占干处的人去彻查此事，力求有证有据。这。皇上，某个可汗有要事求见。什么要紧事？可汗说有一心爱之物，请皇上赏赐于他。